也要来这个台湾的第3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个案那是个本土的个案。那上一例也就第2例呢是发生在2022年那这一例呢是第3例是在一个北部的70几岁的男性，那他本身是有心血管跟中风的病史，那平常这个住家的环境是在这个郊区，那平常有这个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菜园这个务农的习惯。他是在2月底的时候就是有出现这个全身无力的症状。那隔天到急诊就医的时候呢，发现他除了有发烧，那抽血检查呢是发现他这个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明显的下降。那此外呢，这个肝肾功能也有异常的情形。那当时这个医师怀疑他可能是有这个不典型的这个感染症所以就先收治这个一般病房做治疗。那另外也通报了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也就是这个简称 SFTS 这个疾病。那后来也是经过采检呢，经过我们这个检验确诊了就是他是感染的这个 SFTS 是第3例。那他在住院之后呢，除了发烧之外，他也有出现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包括这个恶心、呕吐跟腹泻的情形。那所幸在这个经过治疗之后他的症状也逐渐的缓解，也退烧了。那后来再去这个追踪他的这个检验的结果，发现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那后来的这个经过这个在检验这个病毒就是经过2次的采检都 PCR 阴性，所以符合几个的条件。那在昨天已经顺利的康复出院了。这个所谓的 SFTS 呢，其实最主要的流行地区是在中国跟日本、韩国，他们的病例数都相当的多。那在台湾呢是相对很罕见的一个疾病。那这个如果是这个被叮咬之后可能会经过这个7到14天的潜伏期。那一开始的症状呢，最典型的还是发烧。那此外就是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像我们这个个案有的这个恶心、呕吐或食欲不振腹泻等等。那可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因为是有这个血小板减少的情形所以这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可能会发生这个出血的倾向另外也有可能是有这个肝肾功能异常，造成这个多重器官衰竭。那严重的话可能会致死。那致死率的话这个经过国外的研究统计最高可能会高达30%。预防的这个方式最主要还是要避免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造成这个发生蜱虫的叮咬。所以还是呼吁就是如果会到这个郊外野外去这个活动工作的特别是在这个务农的这个民众的话呢，这个前往郊外的话一定还是要注意这个要穿着这个长袖衣裤，这个戴手套跟着穿长靴避免这个有皮肤裸露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有这个暴露在外的皮肤的部分，也可以涂抹就是我们这个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也可以避免蜱虫的叮咬。那如果真的是有发生这个回家之后检查身上有发现蜱虫叮咬的话那也一定要这个小心的用镊子去除这个蜱虫，避免用手直接摘除这个蜱虫才可以避免就是进一步的发生这个严重的感染。